我们之前已经花了一次的时间讨论申请预批信的重要。当我们有这个文件之后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，那就是开始找房子。在看房之前，要问自己5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第一，你为什么要买房？你的 motivation 是什么？有些人是想要自住，因为厌倦了租房子的生活。租房子呢，可能随时要搬家，就不敢买好的家具。但是买房之后呢，有一个自己的窝，就比较稳定了。所以从租房到买房是一个从将就到讲究的过程。因此，自住是买房的第一个动机。第二个动机就是投资咯。你知道最稳定的职业是什么？就是收租婆。买房出租是最好的 investment，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冲基金的经理 John Paulson 他净资产有120亿美金。他讲一句话 ：Buying home is the best investment any individual can make。所以除了自住以及投资之外，第3个想要找房子、买房子的动机就是要找老婆。我不是开玩笑。香港真人秀节目《有楼万事足》里面有一句话：香港地没有楼，女人见你都跑走。当然，他是用广东话讲的。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想说：冇搞错啊，怎么这么现实？但是事实就是如此。很多时候啊，相亲的时候，第一个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房子？没有的话，对方掉头就走的啊，要先有房才肯继续谈婚嫁的。我有个客户真的是这个样子，他跟我讲说：康比，我要买房，不然没有女人要嫁我。OK, well, that is a good motivation。我就带他去看房了。所以以目前的朋友，如果呢你长得不帅，也没有什么才华的话，那赶快去买一栋房子吧，不然找不到老婆的。因此呢，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买房？这样在看房的整个过程当中就不会浪费时间。开始找房子前呢，要问的第2个问题就是买房子的地点。我们来看这张图，学区分数考量，这个是有孩子的华人客户一定会要求的问题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我的孩子一定要在好的学区读好的学校。上班通勤时间，我个人的建议是，通勤的时间一天不要超过1个半小时，45分钟去上班，45分钟回家。相信我，超过了这个时间，久了会累的。生活购物方便，我有个客户跟我讲说，他买房的地点一定要离99大华近，因为他要走路去买东西。这个是长辈们比较会考量的一点。当地人文风情。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习惯，有些人喜欢晚上开 party 唱歌，像我之前住的地方，只要到周末就听到卡拉 OK 的声音，哇，你要习惯当地的文化才行。最后呢，就是父母就近照顾，就像孔老夫子讲的一样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住近一点，方便照顾。Location。当然，买房的区域的挑选会因不同的情况改变，但是这5点呢，会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概念，让我们知道在哪里买房比较合适。开始找房子要问的第3个问题，就是对房子的要求。华人注重实用，老美呢注重享受。比如说，要是有人来我的 open house， 如果是华人的话，就会问我说：哎呀，厨房炒菜方不方便？有没有抽油烟机？风水好不好？房屋的朝向是东西还是南北？后面可不可以盖 ADU？ 后院可不可以种菜等等，都是实用方面的问题。如果是美国人呢，常常就会问说，主卧室有没有自己的隐私？衣帽间大不大？有没有风景？有没有泳池？方不方便养宠物？所以华人是重实用的，老美重享受，这个是因人而异。顺便一提，如果一直找不到满意的房子的话，3个方法。第一，加钱，你100万买不到合适的房子，那你就加到120万。第2个，自己改，你觉得厨房小的话，那你就请装修工来帮你自己改大一点。第3，换地点，你在钻石街或者是罗兰港买不到一个3000 square feet 的房子，那你就往 Eastvale、Riverside 那边去找，加钱自己改或者是换地点。但是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，那你就要降低你的这个标准了。因为找房子找了很久，一直都找不到满意的话，那就不是市场的问题，而是买家有太多的 unrealistic expectation。那在对房子的要求上面，就必须要有一些调整。
开始找房子之前要问自己的第4个问题，就是如何开始找房，要用什么样的方法？这个答案呢，取决于你对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了不了解。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就让经纪人找给你。比如说，我的第1个客户就是从德州来的，对洛杉矶的房地产一无所知，所以必须要我来主导整个找房看房的过程。有些买家呢，对洛杉矶稍微了解一点，他们就会自己找房源给我。因为你最了解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，所以你找的都是最适合的。自己在网络上面找，不管是 Zillow 或者是 Redfin 这些网站，可以自动寄房源给你，很方便的。我有一个从韩国来的客户，他在 Ontario 已经有3栋房子了，在当地是地头蛇，非常的熟悉房地产的市场，所以我根本不用找房源给他。都是他自己找了给我，然后我带他去看，后来也就成功的交屋了。所以要怎么样找房子呢？怎么样找到这些房源呢？取决于你对当地的市场了不了解。不了解，请经纪人找给你；了解的话，你自己找给经纪人。在看房子之前呢，要问自己的第5个问题，就是谁可以做决定？谁才是 final decision maker？ 买哪一栋房子，谁说了算？这要先搞清楚的，是你自己呢，你的先生呢，还是你的父母，或者是风水老师说了算？不然看了一大圈，结果真正可以做决定的人却不同意，那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？我有个客户和他先生看中了一栋 Rancho Cucamonga 的房，结果我们要下 offer 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我，康比啊，我的女儿不同意，结果就没有买成。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，到处去看房，结果最后你跟我讲说，你女儿才是真正可以做决定的人，那我们花这么多时间，不是就浪费掉了吗？所以一定要先问自己这个问题：谁才是老大？谁可以做最后的决定？我在看房前有没有先问自己这5个问题呢？这样子方向才明确，会节省很多的时间。当然，有些人没有特别的要求。他们就是要凭感觉，他们可以从最西边的洛杉矶城市一路看到最东边的圣巴纳迪诺，这样子的例子是比较少的。大部分的人还是要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找房。所以当我们问自己这5个问题之后呢，有一个概念之后，找到了喜欢的房子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，那就是开价与协商。我们下一次再见。